嘿，今天玩玩具了嗎？不是我相信的你，也不是你相信的我，相信那個相信你自己的你吧。本集來看看由鐵技巧出品的《田園突破 Gurren Lagann》特典版。登場於作品《田園突破 Gurren Lagann》是一部先看第一話，然後直接看最後一話會銜接不起來的機人動畫。除了因為故事有跨越了幾年之外，整個世界觀的科技發展只能說是神速啊。而劇中也常穿插制作組擅長的荒謬作畫來凸顯幽默，加上常常會令人感覺熱血沸騰的演出，是相當經典的熱血機人番哦。另外，雖然有再編制的劇場版上下篇，但我個人比較偏愛原始的 TV 版。田園突破 Gurren Lagann 原始 TV 版的最終形態，劇場版則是又多追加了一種螺旋力與大紅連團全體的意念所具現化的姿態，因此此形態可以視戰況的需要，配合成員不同的作戰方式來應戰哦。雖然公司資料書上粗略計算此形態的尺寸大約是53億光年，但依照編劇的說法，大約是30萬光年啦。總之就是大到無法想象。雖然設定上是無法想象啦，不過商品並不能這麼做。本館的頭頂高大約就是26公分啦，加上背後的火焰就超過30公分，合金完成品有一定的重量啦，大概就是這麼重。對照原設定圖的手稿風格就很粗獷，但可以看得出來本款做了相當程度上的修改，尤其是誇張化了身上的角還有尖刺。不過身形倒是維持原始的裝束風格哦，但也不會太過筋肉化。肩膀與手臂的大尖刺，除了提升尺寸之外，外形上也更加的誇張化，並且中心也多了綠色的透明零件來提升質感。在膝蓋的尖刺也做了同樣的修改哦，但在尺寸上反而是比原設定來的小。兩肩的盾在保持原輪廓下也做了更尖銳的詮釋，並且上面的大紅連團標識採用了完整的零件分件哦。而身上各處的臉則都保持原設計的輪廓之下，幾乎都增加或是更加強調牙齒的部分，因此整體的外形相當出色。當然，腹部主角岳父開的拉珍槓臉部也做得很棒哦。全機塗裝紅色主色系，用了3種紅色來做搭配，但都採用了亮度較低的紅色啦，因此整體看起來並沒有太重的膠感哦。上臂與大腿還有脛骨採用的顏色並不是深色調，不過金屬色澤的發色讓整體不致突兀。而在身上多處的眼睛部位，在周圍都增添了金屬綠色的眼線塗裝。頭頸部的活動度受限不小哦，主要是因為外形的影響啦。雖然頭頸是分件，但整體的可動範圍僅是堪用。另外，抬頭角度最多只能直視前方哦。腰部水平轉動，因為受限下顎的牙齒，幅度相當有限。左右傾倒依靠上胸關節，不過傾倒時記得要先把兩邊肋骨的牙齒給打開哦，避免妨礙與零件破損。前後彎曲的幅度堪用，但要注意背闊肌的零件是可動的，往後回正的時候有可能會跟下面的零件互相干涉。手臂轉動沒問題，但是胸前的大墨鏡完全不可動，所以多少有造成的妨礙。肩膀根部有單方向的外拉，不過幅度沒有很大。肩膀裝甲是獨立零件，但是連接在肩膀之上。盾的單方向翻折幅度意外的有一點大，但是跟胸前的墨鏡還是很容易打架啦。手臂水平抬舉不到90度，上臂可以轉動，下臂也可以轉動。手臂彎曲的幅度還不錯哦，下臂有沒有轉向影響都不大。然後在把玩的時候意外發現，哇哦，有飛拳呢，但原作沒有這招哦。下臂的牙齒可以開合，但意義不明。手腕關節只有單方向，另外就是拳頭的接點可以轉動，有附屬3對的替換手手。前裙甲不可動，但因為不大塊啦，所以沒什麼影響，頂多要注意一下跟大腿零件的刮漆。後裙甲可以上下動，不過沒有什麼實質的意義。髖關節其實有做向前延展的結構，主要是為了避免刮漆。大腿從斜前方抬舉就可以很誇張哦，但水平抬舉干涉就很大啦。大腿可以轉動，膝蓋彎曲幅度不小，不過重點在於小腿有多了一個彎折點。小腿腳踝處有2個分件，腳掌可以些微的轉動，接地只有單方向，但是有2段。腳掌往後的幅度普通。向前比較大，而且前腳掌還多了一段可動哦。然後腳底先往下折，就會看到嘴巴打開啦。有附屬2個替換臉，特典版會再多一個哦。替換方式也很簡單，拆頭換臉就好啦。不過我手上這隻頭的接點不是很緊啊。
背後的綠色火焰是3個零件組成，材質是頗厚的硬塑膠，所以有點重量哦。外形與塗裝表現得很好，左右2條火焰根部有球形關節可動，但與本體的連接點沒有做可動設計啊。與本體連接只需要把背部的接點翻開即可。也因為這個接點的隱藏設計，所以火焰接上去之後會有些微的單方向可動。本款有發光機構，外蓋在背部的中間，需要3顆 LR41電池。但相當意外的，這次海外販售竟然有附電池耶！開關就在上面，小小的，沒有特殊設計。發光位置是頭部2眼，還有左右耳，還有胸部的2個大眼。亮度表現就看過記得電池要拿出來了。附屬了2把刀，主要是對應原作 Villardo 擅長的作戰方式。刀刃是透明零件加上金屬噴塗，深色部位有做塗裝，其實整把看起來都蠻漂亮的。大腿外側的臉翻開之後，就會聯動打開刀的掛架，不過要注意，打開後會明顯降低腿部的水平角度可動哦。內側有2個圓點，對應刀身上的滑軌，就可以很穩固的扣在上面啦。不過也要小心牙齒與刀身互相干涉。特典版附屬了火焰特效一對，材質與表現與背後的火焰一致。安裝方式也很簡單，刀身放進去，往前滑就可以固定了。但裝上特效件之後，重量提升很多哦，不建議長時間握持擺設。看到這邊會發現，本款的設計團隊相當執着於嘴巴的開合啊。本體身上除了腹部的拉針鋼之外，所有的臉都可以把嘴巴打開，已經打開的則是可以開得更開，還蠻有意思的哦。附屬了腹部的火焰替換件，主要是重現最終戰的後段，主角的岳父螺旋王犧牲自己之後，腹部的拉針鋼就不復存在的樣貌。替換時，身體向後傾讓出位置，臉換成火焰就完成了。附屬2根中型的磚頭，雖然有分模線，但塗裝表現還不錯。中間有綠色的塗裝，但可以再深色一點會更好。另外2根磚頭是可以轉動的哦，雖然意義不大啦。安裝也很簡單，把手手拆掉，換成磚頭就好了。最後是地台支架，地台是有造型的哦，但我是第一次買鐵機橋的產線商品啦，不知道之前地台是不是也是這個造型。另外底部有寫授權名稱，還有左右2側，一看就很像可以向外接。支架部分就是常見的結構樣式啦，並沒有特殊之處，但至少它是可動的。最終決戰的 Gurren Lagann， 雖然這台機體的商品並沒有很多可以選，量產的可動商品印象中好像只有早期的3口式輪轉可動，以及萬代有出過。前者雖然造型不錯，易於把玩，但是年代久遠，現在整隻都出油，黏噠噠的。後者則是類 SD 的比例造型，但那個系列骨質疏鬆症連戰士都很勉強啊。而本款的整體表現雖然不到特別驚豔與出色，當然還是可以算是不錯的佳作啦。外形上，無論是比例、風格還是塗裝，都有達到該有的水準定位。製作組特別執意的嘴巴打開，也算是個驚喜之處。可動結構基本上都還是有在標準之內，只是外形的干涉部分，或許是為了外形的考量，多少還是在把玩順暢度上有了些遺憾。而附屬配件部分倒是可以再多一點啦，多一個確率變動彈的發射特效，再加一把对應 Yoko 的狙擊來福槍，我相信在把玩上會比現在增加更多滿足感的。況且這次的定價可是日幣快5萬呢。總之，也是一款角色相當稀有的合金可動完成品，不到盡善盡美，但至少不會太差。雖然對照價格似乎可以有更好的表現啦，但就稀有性來說，目前好像也沒有更好的選擇啦。另外就是那個鐵機橋說明書都這麼小本哦。就這樣，記得點讚、訂閱、分享，拜拜。